送到顶上。啊，可以了。这一期也是实战维修监控的一期，他们总共有5个监控，坏了4个，还剩下1个。我这里说一下常见的监控2种组成构架，第一种是录像机、POE 交换机、摄像头，第二种是录像机、普通交换机、普通摄像头。两者的区别是 POE 只需要一条网线就可以提供电力给设备了，然而非 POE 的设备是无法通过网线传输电力的，我们这边还需要增加一条电线给它提供电力。了解监控基本构架后，我就要找到他们的交换机在哪，看看他们监控属于哪种构架。好在交换机就在录像机旁边，我们很清楚的能看到这个交换机属于 POE 交换机，那他们属于第一种构架。那怎么排查故障呢？我们可以看看 POE 交换机上的灯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交换机上面4条网线的灯都不亮了。这种情况往往都是线路出了问题。为了佐证我的想法，我这里用寻阵仪来对一下线，发现也没有任何反应。就算对面的设备不通电，只要接了设备，对线都会有反应的。知道了是线路故障，那么我们就顺着网线一路找过去吧。我顺着网线一路走了出来，发现网线是通到上面的。我找了一把梯子爬上去看一看，结果发现网线的走向是通向对面的。原来之前安装监控师傅部的线是这样绕了一大圈才绕到门口的。于是我收回梯子，准备去对面看看什么情况。当来到对面的时候，居然发现4条网线被剪断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4条网线就是那4个监控的了。我把这事告诉了老板，至于老板怎么找他们算账的，这个画面就跳过了。知道故障原因后，我给老板3种解决方案。第一，重新把线接回去，这个比较便宜一点。第二，重新拨4条网线过去，但是人工费和材料费比较贵。第三，只拨1条网线过去，在4个摄像头旁边增加一个 POE 交换机就行了。第一种被老板否定了，他们后期又剪掉网线。第二种比较贵，肯定是不接受。然后老板选择第3种方案来维修。现在有了一面墙隔的，所以走线就走在这面墙上。布线整个过程无非就是体力活，这里我就跳过了。把线布好后，我让叉车把我升上去，打算把4个摄像头的线接到 POE 交换机上。上来的时候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网线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分辨，万一剪错了就麻烦了。其实剪错了还不打紧，就怕网线有接220伏电的，就这样被同行给送走了，这就亏大了。只能说去另一个摄像头接上寻线仪，开始找线了。这寻线仪我用了4年，属于入门款的，我一直没舍得丢。哎，帅哥，去那边，我对一下线，去那边，刚才那个位置。期间也用过几百上千的寻线仪，感觉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用了不顺手，又换回来了这个。刚入这行的不妨可以在我的橱窗里面看一看。啊，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线。如果网线发生这样嘟嘟嘟嘟的响，那么就是这条线了。就这样找到了4条监控的网线，给它打上水龙头，接上交换机。接完后，奇怪的事来了，我回到监控室发现只有4个正常。我点击感叹号发现网络不可达，但是我把这个通道删了，就发现录像机又可以收到这个摄像头了。我再次添加这个摄像头的时候，发现又是网络不可达，这事还是蛮奇怪的。我又坐上了叉车去检查网线，发现没有任何问题啊！不要怀疑我打水龙头的水平，我除入行那1年有打错过，之后就再也没有错过了。为了不再白跑一趟，我重新打水龙头试一试。重新打完后，我再到录像机那边也是一样的情况。这种问题确实很少见，既然能收得到，又添加不上去，想必应该是 IP 被占用了。因为录像机是接在路由器上的，所以我要把他们的路由器给断电了。断电的同时，我也把录像机重启一遍，就可以正常添加上去了。我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原因导致的，
反正你们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像我这样解决就对了。好了，如果这期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，感谢一路的陪伴。这一期主要讲维修门口的球机摄像头和机房的一个监视器。那先讲讲维修监视器吧。这一面墙的图案是由一个叫做监控解码器的设备来控制的。解码器呢是长这样的，这个是解码器。它们的原理我大概说一下，就是全部的监控信号插在一个核心交换机上，解码器再用一条网线插在核心交换机上，解析监控的视频编码，然后再通过后面的 HDMI 接口把信号传输到这些电视墙上。电视墙的内容就由解码器的矩阵软件来控制的，电视墙又由一个个监视器组成。知道了原理，那就很容易排查了。我来到监视器后面，把它 HDMI 线给拔了，用其他监视器的线接上去，看看这个黑屏的监视器有没有什么反应。我一接上去，居然亮了！我去，正打算大展身手的，没想到居然这么顺利。那么就排除了监视器没有坏，至少是它的 VGA 口没坏，对吧？因为我刚才那条线是 VGA 线，剩下的2个故障就是 HDMI 线传输问题，或者是解码器后面的 HDMI 接口问题了。这个就简单多了，我把其他的 HDMI 线插到这个解码器的接口上。如果墙上有2个画面黑屏，那么就是这个解码器的接口坏了；如果只有1个黑屏的话，那么这个解码器接口是正常的。我换好后，只有1个画面是黑屏的，那么就剩下 HDMI 线或者监视器的 HDMI 接口坏了。我再用那条 HDMI 插到其他显示器上，发现是正常的，这样也排除了 HDMI 线坏了，那么就是监控线的 HDMI 接口坏了。换一个监视器可不便宜，那就按照最便宜的做法来吧。我拿一个 HDMI 转 VGA 数据线给它接上去就完事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你还需要一个 HDMI 直通才行，不然2头都是 HDMI 你也没法接。好了，机房这边解决了，那么就是户外监控球机了。大伙记得，维修监控的话必须要找到它的交换机才行。他们的交换机位置那边的负责人已经告诉我了，无奈他们和我说他们也没有这个机柜的钥匙。正在我纠结怎么开这个门的时候，大师傅拿了一把扳手和螺丝刀过来了。你真的偏偏没钥匙，你这样能撬啊？你直接就把这个门给撬坏了。我靠，你这么屌啊！3加5除2就解决了。那这个直接就坏了，换掉。好吧，老师傅就是老师傅，简单粗暴。我们看了下交换机的灯，除了8号网口没插网线不亮之外，就6号网口不亮了。那么6号网口的网线应该就是那个监控球机的网线了。我用测线仪来试一下，结果只有2、3、6芯是正常的，网线8芯断了5芯。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重新布线了。来吧 ，come on， 猫哥哥上吧。在这个户外必须要套管，我发现这里的草皮很厚，正适合把管埋进去。这下临切槽的时候，我和他分工合作，有些地方土比较浅，他负责开挖埋管，我呢就负责布线套管。就这样一番操作，这个丢失的监控画面也运行正常起来了。其实这个地方后面还有个档案馆要维修监控，但是既然是档案馆的话，我就不拍摄了，毕竟这种要保密，对吧？带上我这个赶牛棒，勇往直前。这什么品种也太大了，我的妈呀！想干嘛？我得找到交换机才行。没出意外的话，这个交换机应该在上面。我的妈呀，下面就是一位大哥，尤其是你，还会吐口水，你这体格是怎么长的？
我的妈呀！好了，点赞、评论、关注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。